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。昨晚，英特尔突然宣布要通过公开市场增发150亿美元普通股，而且承销商还有最多22.5亿美元的额外认购权。消息出来以后，英特尔股价当天跌了大约4%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很简单，增发、稀释、利空。但我觉得这件事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稀释本身，而是另一个问题。一家股价一年涨了数倍，刚刚交出15年来最快营收增长，还在告诉市场 AI 需求强得超出产能的公司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向股东再要150亿美元？因为今天的英特尔已经不是2年前那个能不能活过转型期的英特尔了。它现在的问题变成了翻身的机会越来越真实，但这场翻身需要的钱也开始越来越吓人。按周一收盘附近的股价粗略计算，150亿美元大约对应1.5亿股新股，相对于英特尔目前约50亿股的流通规模，潜在稀释大约3%左右。如果把额外22.5亿美元全部算进去，稀释可能接近3.5%。单看这个比例，其实没有夸张到足以摧毁投资逻辑。真正敏感的地方是，英特尔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现金流，为什么不继续发债，而是选择在股价大涨之后发股票？答案很现实，因为现在的股价对公司来说已经是一种非常便宜的融资工具。英特尔现在股价接近100美元，市值已经接近5000亿美元。2026年以来，股价涨幅超过160%。对于一家仍然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建设晶圆厂的公司来说，这时候用高估值换现金，比继续把资产负债表压得更重，显然更划算。对公司是好事，对老股东却不是免费的午餐。所以，这次增发传递出的第一层信息，不是公司没钱了，而是管理层认为，现在市场愿意为英特尔的未来支付一个很高的价格，那就趁这个窗口把钱拿到手。资本市场最残酷的一点就是，公司觉得自己的股票贵的时候，往往最愿意增发。那英特尔为什么突然需要这么多钱呢？因为它现在真的开始缺产能了。第二季度，英特尔营收161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5%。这是公司15年来最快的季度营收增长，非 GAAP 每股收益0.42美元，非 GAAP 毛利率达到41.8%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增长不是 PC 市场突然全面爆发，客户端业务里 PC 相关收入7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是销量，而是价格。平均售价同比提高27%，但销量反而下降8%。数据中心更加夸张。服务器收入大幅增长，平均售价同比提高48%，出货量增长9%。管理层甚至明确表示，目前的需求已经超过英特尔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。这说明，英特尔眼下最赚钱的故事，并不是卖更多便宜 CPU， 而是 AI 时代服务器 CPU 重新获得了定价权。过去几年，市场一直盯着英伟达 GPU， 但 AI 数据中心不是只有 GPU。GPU 越多，背后需要的 CPU、网络、存储、定制芯片和先进封装也越多。AI 基础设施扩张正在把英特尔原本看起来非常传统的 Xeon 业务重新变成一种稀缺资产。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增发公告里，英特尔反复提到 Physical AI、定制芯片、先进封装和外部晶圆制造。他不是想拿150亿美元填一个旧窟窿，他是想把自己从一家 CPU 公司重新定义成 AI 基础设施供应商。这个故事有一半已经赚钱，另外一半还在疯狂烧钱。真正的矛盾在 Foundry。第二季度 ，Intel Products 收入151亿美元，经营利润48亿美元。这部分业务已经明显恢复，但 Intel Foundry 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第二季度 Foundry 收入大约58亿美元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可里面大约55亿美元来自英特尔内部业务，真正的外部收入只有2.93亿美元。与此同时 ，Foundry 单季度经营亏损仍然高达20.9亿美元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市场现在给英特尔接近5000亿美元的估值，已经不只是在给 CPU 业务估值，而是在提前给英特尔能够成为第二个先进制程代工平台付钱。可是，至少从目前报表来看，这个外部代工帝国还远远没有形成规模，这点非常关键。市场上关于大客户 18A 订单、14A 潜在客户的消息越来越多。但投资者最好把客户测试、设计合作、市场传闻和真正进入财报的外部晶圆收入分开。现在最硬的数据就是，第
第二季度外部方税收入2.93亿美元，在一家季度收入161亿美元的公司里面，它仍然很小。所以我认为，英特尔未来真正最大的股价弹性不在 PC， 甚至不完全在服务器 CPU， 而在于这个2.93亿美元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变成几十亿美元，并且方锐的亏损开始系统性收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英特尔刚刚花掉142亿美元，这也是这次增发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。今年第二季度，英特尔花了大约142亿美元买回 Apollo 持有的爱尔兰晶圆厂合资权益。交易完成以后，英特尔拥有了更完整的未来经济利益，但代价就是现金消耗明显增加。截至6月底，英特尔现金和短期投资约297亿美元，相比去年底的374亿美元明显下降。总债务则从大约466亿美元上升到505亿美元。与此同时，公司上半年经营现金流虽然已经改善到81亿美元，但接下来还准备继续扩大设备、洁净室、基板和先进制程投入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50亿美元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。英特尔不是突然发现自己需要建厂，而是管理层判断 AI 带来的需求窗口可能比原先想象的更大。如果现在因为资产负债表压力而不扩产，几年以后很可能发现自己好不容易重新拿到了技术和需求机会，却因为没有资本，把机会拱手让给别人。所以这150亿美元本质上是一张赌注，赌 18A 能够继续提高良率，赌 18AP 和 14A 能够吸引真正的大规模外部客户，赌先进封装继续供不应求。更重要的是，赌今天投入的每一美元资本，未来能够创造超过资金成本的回报。这就是英特尔现在最危险也最迷人的地方。以前买英特尔是赌困境反转，现在再买英特尔已经不是这个逻辑了。接近5000亿美元市值之后，市场其实已经承认了很多好消息。CPU 需求回来了， AI 服务器带来了更高的价格， 18A 开始量产，方锐亏损正在下降，先进封装和定制芯片可能成为新的增长来源。接下来股价还能不能继续往上，不能再靠一句英特尔回来了，它必须开始证明3件事。第一，数据中心的高价格不是短期缺货造成的，而是能够持续的产品竞争力。第二，方锐亏损下降不能只靠减少一次性费用，而要靠良率、产能利用率和外部客户真正改善。第三，这次150亿美元增发换来的资本，最终必须变成更高的收入和现金流，而不是几年以后变成下一轮折旧、减值和过剩产能。如果这3件事都发生，今天3%左右的稀释根本不重要，因为公司的利润池扩大速度会远远超过股本增加的速度。但如果方锐外部收入迟迟上不来，资本开支继续增加，而 CPU 的高 ASP 随着供应缓解开始回落，那么这次增发就会被市场重新理解成另外一件事。公司趁估值高的时候，把未来风险提前卖给了股东。后面我只盯4个数字。第一个 DCAI 服务器销量和 ASP 销量继续增长，同时价格维持，说明 AI 需求真正转化成了英特尔的利润。第二个方锐外部收入，现在季度规模只有几亿美元，这个数字什么时候出现明显的台阶式增长，比任何大客户传闻都重要。第三个方锐经营亏损，第二季度仍然亏21亿美元左右，未来能不能持续往下走，决定了这块业务到底是一项资产，还是一个巨大的资本黑洞。第四个自由现金流和资本开支，因为英特尔现在已经不缺故事，它缺的是证明这些巨额投入能够创造现金。所以昨晚的150亿美元增发，我不会简单把它定义成利空，它更像是英特尔转型进入第2阶段的标志。第1阶段，市场问的是英特尔还能不能重新做出领先制程，还能不能守住 CPU， 还能不能活下来。现在答案越来越偏向可以，但第2阶段的问题难得多。英特尔能不能把领先制程、AI 需求和美国本土制造优势真正变成一台高回报的资本机器？150亿美元就是管理层重新压上去的筹码，而现在接近5000亿美元的市值，也说明市场已经提前把不少胜利写进了价格。所以今天的英特尔更适合把它看成一只高资本开支的 AI 基础设施成长股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低估值价值股。
它最大的收益来源是 Foundry 从一个服务内部产品的制造部门，真正变成面对全球客户的商业平台。而它最大的风险也恰恰是同一个地方。Foundry 可能永远非常重要，却始终不够赚钱。这才是接下来英特尔最值得盯住的坐标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咱们下期见。